Hello，各位大家好。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Verify 的高雄号，它在台湾的海关卡了好几天，几乎是卡了快要1个礼拜，所以今天才拿到货，然后就赶快拍影片给大家看一下。那今天收到的是有2个版本，一个就是标准版的，然后一个是豪华版的。那稍后我会再跟大家再看一下它里面以说明书跟板件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啊？所以以外观来讲的话，盒子包装都一样的，就是在豪华版的部分，这里会多了一个 Deluxe 的版本的贴纸啊。那目前市面上就只有 ROC 青岛社有高雄号这一条重巡，再来就是 Verify。那前几天我也在网络上看到了 Border 边境，它要出高雄号。经过了上次大和号的事件之后，我是不对 Border 抱持任何的希望。那今天到了 The Verify 的高雄号，以台湾地区来讲，销售量还不错。那上次叫的 Border 的亚麻头大和号，到现在半年了还没卖完。对，所以以后来讲的话，可能要拍到 Border 的影片几率就不会很高。好，那我们就开箱给各位看一下内部的板件跟上次的试模件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OK， 以 Verify 来说的话，如果它是 Standard 的版本，那它就不会有这一份改套说明书啊，它就会把所有的套件都印制在它的彩色的说明书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板件，以板件来说的话，其实跟一般的船模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只是差在它这一次的设计把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上面的压条重新开成了蚀刻片，然后这是网格状的蚀刻片，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粘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另外更换一支的压条，或者是整面的贴皮，那或者是单独的去上色这个压条都不需要，所以它直接就附了3张这个蚀刻片给你，然后包含它还是有一部分的 3D 打印件提升细节的打印件给你，然后还有一条铆链 ，OK， 那组装来说的话 ，Verify 的说明书跟早期的日本的静冈四社的说明书比较不太一样。静冈四社的说明书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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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做。那 Verify 的说明书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做的是哪一个步骤，它会把你要安装的零件使用彩色的这个标记，不同颜色的印刷，让你看出来说你现在应该要组装什么东西。那你在组装这个东西之前，你就必须要思考一下，他跟你讲了你要安装的零件，但是他没有跟你说顺序。组模型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好做，那你就先做什么东西，你只要不要跟你接下来要做的步骤有所干涉，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对，它并没有很硬性的规定说你要先安装什么东西，所以 Verify 它的说明书就是把需要安装的东西用彩色的标记出来给你看，需要安装什么东西好，甲板内侧所要开的通气口也全部都有标记，然后包含要开几 mini 的孔0.5 的 0.8 的这些通通都有标记。因为重巡洋舰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通气口，那也会有一些要安装弹药架的位置，以及侧边你可以看到侧边它有一些排污口它也都有标示出来。然后它的说明书你可以用直立式的这个方式来观察一下，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压条装上去之后就是显示是这个样子
然后安装的零件一样是使用彩色的方式标记给你看。所以看习惯了以后，其实它是蛮直观的，你可以知道你这个步骤你需要安装些什么样不一样的零件，就专门看这些彩色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好，然后以 standard 的版本来讲，塑胶件当然是最多的。然后这个版本，你看到了这个版本之后，它就是1944年的版本，所以包含了桅杆上面的电碳以及旁边的防空机枪塔。那前桅杆的结构也不太一样，后桅杆的构造我记得也不太一样。OK， 好，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飞行甲板的这个部分，水上的舰载机的轨道它是使用蚀刻片包含运输轨道的轨道它是蚀刻片，那下面的这个 base 下面的这个压条，这里也是使用蚀刻片，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中间是横向的，所以以横向来讲的话，这个地方没意外它是使用油布甲板压条的颜色然后以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安装说明书的话，它的剑桥是最后才组装上去的。你就用最快的速度来看一下说明书的组装。剑桥的组装跟 Aoshima 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然后主炮，可它的主炮就是做到了2层，内部会有一个内板，内板之后外面还会有一层隔热盖盖上去，所以以这个样子来说的话，它就可以把主炮做得相当的立体。这个就跟 Aoshima 的就差距会非常的大。OK， 好，那 Standard 的版本呢，它的127高射炮应该是使用塑胶件。好，再看一下剑桥、桅杆旁边的防空炮舰载机弹射架、后桅杆、主炮，这个都是最后才安装。那再来就是船身上的比较小的96式单装的防空机枪以及双联装以及3联装的防空机枪。所以以高雄号来说的话，除了有单装机枪、双联装机枪，也有3联装机枪，它的配备是相当的丰富以及复杂的。那说明书的最后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军舰徽的上色图。那这一次呢，我是打算做1944、1945那个年代在新加坡缴获的高雄号，它的迷彩的彩绘，所以就上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再看一下以豪华版的版本来说的话，203主炮的炮管是使用金属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件，这可能是以桅杆、前桅杆跟后桅杆都有可能是使用金属件所组装而成的。然后它的细缆装一样是金属件。然后再来就是 3D 列印的炮衣然后通气口 3D 列印通气口。好，再来望远镜127防空炮 3D 列印件，这是豪华版的版本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东西OK 那127的防空炮，它是炮管跟炮膛跟炮栓这个部位跟炮座是分开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它附的望远镜的种类也相当的多数量也非常的多。然后Twin Machine Gun 这个是双联装3联装然后数量都有标记出来OK， 好，射击指挥所观测仪、弹射架、水上飞机弹射架里面的驱动装置。
然后破雷位，然后单装防空机枪一样是枪身、枪管以及座是分开的。好，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烟囱内部的结构，它也是使用 3D 打印件，所以 3D 打印件你在制作的时候，你就不用像以前我们在做大盒的时候，10颗片是有横的、有直的这样子下去组装，你就把 3D 列印件切下来，直接用烟囱的外壳把它包着，这样就可以完工。那上罩烟囱上罩也是一样使用 3D 列印件，所以制作上来讲的话，我相信速度会快很多啊。Torpedo 这个是鱼雷啊，鱼雷它有另外附了8支鱼雷给你，所以没有意外，这一个是鱼雷舱里面的备用鱼雷。然后所有的小艇救生艇的支撑，它的座台全部都是使用 3D 列印件。然后烟囱旁边的小烟囱头也都是使用 3D 列印件，所以孔都是已经开好的，装上去之后的凝真度一定会非常高啊。再来是22型电碳啊，然后还有剑桥下部的支撑，它这次也做 3D 列印件给你，你就整块剪下来直接粘上去就可以，所以制作上我觉得是速度会非常的快。好，然后第2页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附上了6张的10颗片，以及标准版的3张，所以一艘高雄号有9张10颗片，然后有相当多的 3D 列印件，还有金属炮管，卖的这个价钱真的是很佛心啊！你要买到这些东西，以前你要买一艘 Aoshima 的船，你可能还要再买音响的套件，或者是去找狮鸣的套件，然后还要买一大堆的 3D 列印件，所以你买起来的金额一定会超过 Verifier 的豪华版的价格，所以他已经把一整套都配给你了。以这样来讲的话，我真的很倾向于是使用原厂套件再做一艘船。大家可以从我以前的影片都看到，我做福基米的船，我尽可能去使用福基米原厂的套件。做哈塞嘎瓦的船，我也使用哈塞嘎瓦原厂的套件，就唯独只有田宫它的原厂套件比较少，所以我才会去使用其他家的改套来安装在田宫的船上面。那 Verifier 它竟然有 Standard 的版本跟 Deluxe 的版本可以挑的话，那如果你喜欢改一艘船让它更精细，那当然就是最好就是买 Deluxe 的豪华版。那如果你只是喜欢用简单的方式把一艘船装起来的话，那 Standard 的版本里面的3张10颗片，还有一部分的 3D 列印件，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非常的够用。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主炮上来讲的话，栏杆3D 列印件、炮管、爬梯应有尽有。然后上面的支架然后 3D 列印件的127防空炮，不过它127防空炮还是要配上一些金属10颗片下去做一些细节上的提升。OK， 再来就是主舰桥上面的防空观测塔下面的你也可以看到它下面的地板，这个地方是使用金属10颗片，然后旁边再围着一圈不一样的望远镜尺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要针对它的部位下去挑我们所要使用的望远镜来制作。然后这个是舰桥后部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了栏杆，有了相当多的望远镜。OK， 好，这个也是在舰桥的中上层的部位有相当多的望远镜。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舰桥的结构支撑是使用 3D 列印件直接套上去的。然后一般的三角支撑也有设计出来，爬梯这些都有设计指挥所、观测仪这些 3D 列印件都有做出来。OK， 好，通风网也是使用10颗片，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细节会相当的丰富。那制作上来讲的话，张老板也说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希望可以让新手的玩家尽可能的在1个月以内去完成这一艘船，所以他在组装上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我们在制作上的时候，再来慢慢去体会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啊。好，然后再来就是弹射架、水上机水上机还有内构。然后以 Verify 来讲的话，它的这些小东西就开起来相当的漂亮，然后包含了它的救生艇、它的水上机都开得相当的细致，然后救生圈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算你拿出来卖，这个就都跟改套几乎是一样的水准了，所以它在原厂件里面就附上很细致的这种塑胶件给你，所以你做起来当然就上色只要 OK， 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好，主烟囱后烟囱也可以看到所有的支架使用金属蚀刻片完成的。好，然后一体式的环巾也都有制作。然后下面的支撑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细致，所以蚀刻片多，那就会造成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在上色你的步骤会比较繁琐一点OK， 然后包含了这一些小的这些通气口，它上面都还要粘上蚀刻片。然后后起重机、后桅杆下面的起重机这个部分，一样都是使用金属件所搭建而成，然后上面是用 3D 列印件来做个固定。然后前面的中间的这个区块是使用原厂塑胶件配上金属蚀刻片包含这里的脚座，这个其他的 Aoshima 的那一些都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就只有 Verify 的有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细节提升就会相当的高。好，飞行甲板的设计，它是使用装甲式的这种排列方式，跟 Aoshima 的这种防滑纹路差距会比较大。OK， 然后旁边的2座包含了探照灯单装防空机枪、3连装防空机枪这个位置1944年的版本也都有这些东西好 OK， 我们再看到在烟囱旁边的这一圈防空平台上面，它使用的是蚀刻片以及一些塑胶板件所搭建而成的，包含在里面还有一些烟囱，所以高雄号其实它是整艘船上面看起来就是堆满了东西，所以它做的漂亮的话，应该可以让你感到它是非常细致的一艘船，而且包含它的舰桥的设计，不像2战时期的日本海军的军舰的舰桥，比较趋向于现代化军舰的舰桥设计。虽然它的船身看起来就是很特别的日本舰的舰首的设计，然后以及它的船身，对，高雄号是一艘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巡洋舰。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意图，其实安装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复杂，所以如果是旁边的东西要安装的这么复杂的话，那我们的烟囱可能就是要最后才安装，先把旁边的防空机枪的结构都搭建完了，然后上好色了，应该是说先分色，上好迷彩，然后开始搭建，搭建了以后才去上前烟囱跟后烟囱，这样子比较不会去阻挡到安装的这个路径。然后再来就是下层的鱼雷舱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说的8只鱼雷以及下面的架子这蚀刻片的架子。OK， 然后最后水手用的登舰梯这个也有
就是看你需不需要安装哦，因为大部分的Aoshima 的改套就没有这个东西，对，它就没有水手登舰梯，所以整艘船看起来东西相当的多，相当的丰富，制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时间是不会花太少的时间，应该会花蛮长的时间来制作。然后张老板就说他的开模也用了新的巧思，我们再来体验看看，是不是可以真的很快就完成这一艘船。好，那说明书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就看板件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OK， 一样，野火的一贯作风，盒子的硬度真的是还蛮高的，然后船身一样是用纸板固定在上层，所以船身在盒子里面是比较不会有摇晃的现象发生啊。然后我们把船身给拿起来啊。看到下层，这个就是它所有的蚀刻片。目前的这一盒的版本是 Deluxe 的豪华版。我们来看一下蚀刻片里面有些什么样比较惊艳的东西呢？所以蚀刻片的尺寸是比大和号小蛮多的。这个是 Standard 版本的甲板压条，你可以看到在压条上面还有相当多的凸起物的设计，所以它不是只单纯的是横的这个样子，看反面它就是全平面光滑的正面它上面会有很多的小凸点，然后这一块以及这一块，目前的这3块，这个是 Standard 版本里面会有的蚀刻片。好，接下来的这6片就是 Deluxe 版本里面的。蚀刻片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所有的栏杆、2E型电碳，然后还有登舰梯、鱼雷支架以及烟囱下面的结构、起重机还有打孔爬梯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后面的起重机下面的三角结构三角结构它这样子就可以有助于我们定位后起重机，就是后桅杆下面的支柱的角度。好，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烟囱旁边的防空机枪的平台，它是呈一个对折的方式，这边还有一个网格的设计，所以看起来就相当的漂亮。还有一部分的栏杆三角支撑坐在这边。OK， 好，再来这个就是烟囱的环境。然后探照灯的高塔的角座，还有一些三角支撑，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面，其实它蚀刻片上面的细节也是相当的丰富。好，最后弹射架，这弹射架设计跟大和号是一样的，非常的立体。你把它反折过去之后，旁边的这一条是高过于弹射架的，所以这个就几乎是等于是轨道，所以这一条是比较高的。你看起来它的弹射架是有层次的。OK， 好，那这个就是蚀刻片的部分。好，那我们先看所谓的 3D 列印件。它的 3D 列印件其实分的板件其实也不少然后
很多的所谓的测距仪，然后上面的铆钉都有设计出来啊，包含了我们剑桥前面的风挡这一些啊，也都有设计。所以在安装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使用蚀刻片去搭件的，直接用 3D 列印件直接装上去，喷漆啊，这样就完成了。好，再来，这个是双联装3联装防空机枪的座以及枪管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是3联装的，然后这边的是双联装的，然后包含它的座台。好，再来，这一版所谓的破雷位旁边两侧你可以看到弹射架里面的驱动器，以及一部分的探照灯还有甲板上面的通风管，还有卷扬机的主机就在这一版。然后这一版就是烟囱内部的结构，再来就是127防空炮的炮座，它的炮座上面的这些爬梯也是镂空的设计。再来就是它的炮管以及炮栓、炮身的部分，然后你可以看到44年了以后，大部分日本海军的这个应该都是使用有带防盾的这个版本然后高雄它一样是使用这个版本。然后再来这个烟囱顶部的结构支撑然后这个是剑桥底下的结构支撑，这个是后桅杆的主要零件，然后还有相当多的小支的排气管。OK， 好，整版的鱼雷总共有8支鱼雷在这个板件上，细节相当漂亮。你看一下后面，好，后面的桨，鱼雷的驱动桨没有，我现在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在别的零件上。好，来看一下它的设计指挥所、观测仪这些东西，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个比早期 Verifier 第一批出来的 3D 打印件的沉纹少了非常的多，表面看起来是相当的光滑的，所以代表它的列印东西的品质是有提高的。OK， 单装防空机枪，来，望远镜，22型电探，望远镜的版本就1、2、3、4种版本5种，有5种望远镜的版本，包含望远镜上面还有一些椅子，这些小椅子它都有做出来给你，所以望远镜是相当细致的东西。其实 Verifier 它的塑胶件的望远镜就已经做得相当的细致，不过现在 3D 列印件当道，真的是东西做得更漂亮。OK， 好，剑桥前端菊花纹的挡板 3D 列印件放在这个地方，以及小艇的座台支撑。OK， 再看一下主炮炮衣的皱褶，也是做得很漂亮。Okay， 然后再来就是金属件一整包的，包含了很多的细缆装、金属炮管桅杆都在这里面。再来就是一条铆链不过 Verifier 的产品它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我上次在做大和号的时候，我发现它的水贴的品质真的就比较差了一点点尤其是这一面大洗，我把它泡水之后，很快它就可以脱离了，没错。问题是它的水贴相当的脆弱，很容易就破损。在贴舰载机的平衡翼上面的这个东西，这个都还好，小张的受力都还可以接受。问题是大张的，这个受力一大的话，这个水贴就比较容易裂开。OK， 这个是上次的 sample 试模件
那我们拿视模件出来，主要的用意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在我发布了视模件的影片到正式版件上市的时候 ，Verifier 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其实不会有非常大的变更，但是小地方的细节一定有修改。我刚刚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很明显的，原本的这一条弦外电路这个地方，视模件的地方它是光滑的。OK， 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正式的版本，它把固定这个弦外电路的这一个架子给绑上去了，纹路做出来了，所以光这个地方小细节 ，Verifier 都有在顾虑到这个东西。OK， 好，然后奥西玛青岛社的船在鱼雷发射舱的外面这一面墙上面是个大光板，然后 Verifier 有按照照片上有开出了这一个类似窗户的东西，我看到照片上也确实有这些洞，好，然后也可以看得到船身上面加了全部都是铆钉，可以听得出来，这是有铆钉的，所有的焊缝、钢板落差全部都有设计出来，所以以船身来讲的话，细节是相当丰富，非常的漂亮。这是以船身的部分来讲，跟奥西玛不一样的地方，它多了铆钉，多了焊线的这些纹路，以及它把防雷鼓包直接设计在船身上。好，再来就是在鱼雷发射舱的这面墙，它直接做在船身上，所以你不用独立再去安装这一面墙。那你安装 R 西玛的这一面墙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这边是变形的，因为它这边缩胶是非常的严重。那 Verifier 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OK， 这是船身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甲板的部分啊，我们在光线下来看的话，它的整个甲板是相当的平顺光滑的。然后在视模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有蛮多凹凸不平的纹路，有没有看到？相当的凹凸不平跟一张脸上有青春痘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前甲板也有，后甲板也有，可是我这一艘船放太久，它上面灰尘很多。这个东西我跟 Verifier 的老板讨论过了以后，他也是说 sample 视模件本来只是一个样品而已，后来他就会针对样品继续去修正他所要正式上市的东西，所以在每一个流道所要注的压力以及温度各方面，他都会完全的把它调整好，才会让这个产品上市。所以这东西出来就是可以让你看到它是完整的一艘船。他的老板非常的注重这些细节。那也可以看它的平衡旗，这个叫做减摇旗，上面都是有铆钉的，这部分都是有铆钉的。历史上的照片有一张非常清楚的照片，拍到它的减摇旗这个地方是有铆钉的，所以它这个地方一样开了铆钉给你。OK， 好，这个就是它飞行甲板的结构。OK， 再来就是主炮。主炮的组合方式比较复杂一点底座、顶板、内面的3个面，包含前侧可以让炮管出来的地方，所以主炮组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细节会很丰富。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通风管、通风口这些东西都有设计出来，然后炮衣的皱褶也很漂亮，这个是上次的视模件的版本的零件，所以主炮来讲的话，整体组装起来也是相当的漂亮。然后它的舱门，你可能把它挖开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做打开的这种情况。不过你后面的底板可能也要把它挖穿。好，这个就是主炮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一下剑桥以及烟囱，烟囱一样，上面带着满满的铆钉啊。可是 Verifier 在设计烟囱的时候，你看它转到前面这一面的时候，它另外开了一片模具，所以在模子离模的时候，它不会把铆钉拉到变形啊。这个就是 Verifier 有顾虑到的地方啊。然后甲板的防滑纹路也开得相当的漂亮，剑桥前侧也很锐利，然后剑桥侧面的管线也都很锐利，包含第二烟囱，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铆钉细节很丰富。OK， 下一个板件，这个就是鱼雷发射舱里面的东西，鱼雷发射架，然后驱动桨，以及探照灯平台下面的支柱。我那个时候收到试模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角都是断掉的。那因为是 sample 的关系，所以他们还在测试要用什么样的压力去灌注、去射出这个零件，才可以保持它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它连上面都有细微的铆钉的痕迹可以给你看到，所以它尽可能的把细节，连塑胶件的细节都要做得很丰富。你这样组装起来，整艘船的可看性就会非常高。所以不管你是豪华版或者是 standard 的版本，其实做起来它的高雄号都会蛮漂亮的。然后再来，这个就是前桅杆的设计啊，传动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它的主舵，上面也是满满的铆钉啊，细节非常丰富。看起来细节都很漂亮啊，然后也没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或者是缩胶的这个情况发生，也没有什么飞边，没有溢胶的这个状态。好，最后一块板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烟囱的前侧，它另外开了一片板件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上面的铆钉结构是非常的完整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Verifier 它还要设计这些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玩家，你安装这些东西，你觉得不 OK， 那你买了 Deluxe 的版本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们两个的细致度其实是相差非常多的，粗细是相差非常多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买 Deluxe 的版本、豪华版来提升细节？为什么会买改套？就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因为塑胶射出毕竟会有它的限制，那 3D 列印件、金属蚀刻片这种限制会比较少。然后，这是剑桥的，这应该是后面飞行甲板下面的侧板。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没有缩胶，没有这些状况。那剩下的这一些零件就是所谓的机枪，然后望远镜以及小艇的这部分，这些部分比较趋近于通用件所以如果是说通用件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需要去介绍。我们看一下这一版，这一版之前没看过这一版它是给高雄级使用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针对高雄级开发的，所以有很多的通气口。你看它这些通气口，细节都很锐利，都还蛮漂亮的，连小的都一样。所以要贴蚀刻片吗？不贴蚀刻片吗？你自己可以决定。这么小的东西贴蚀刻片，其实好像意义也没有非常的大，所以就看各位需不需要贴。总之，它的这一个通气口，这个是看起来像香菇的东西，这个通气口比早期的其他的模型厂做的都还要漂亮，还要锐利，这个是事实，就摆在这里。然后水上飞机
这个是所有的卷扬机缆绳的结构的望远镜，原厂的望远镜，好，单装防空机枪，然后小艇，救生圈，3连装防空机枪，双连装防空机枪 ，OK， 所以高雄号内部的结构，内部所有的板件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这一艘船，因为我等它也等了好几个月。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啊，那下次见，好，拜拜。